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宏。今天想分享的是2025年4月2日任天堂直面会的完整内容。影片做得够快吧？汉巴人都出来了，我才生出 Switch 2直面会的影片。什么 Style 配啊？夏季游戏节 Xbox Showcase。3月27日的我之后再补给大家。这次的 Switch 2跟原本的 Switch 相比，画面变得更大了，厚度不变，解析度是 Switch 的2倍，最高支援120 FPS， 扬声器以及内建麦克风更清晰，配合了 Switch 2特有的细键新功能，游戏聊天，连接底座还可以输出 4K， 新增 Type-C 接口，储存空间更大。钥匙卡的争议我就不多说啦。磁吸式 Joy-Con， 新增滑鼠功能，轻松实现瞄准操作。额外还有游戏分享，想要了解的更详细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其他 YouTube 的开箱影片。差点忘了，还有我绝对不会买的 USB 摄影机周边。Switch 2在香港、日本和国外等国家已在6月5日正式发售，台湾则定在7月10日。那我们来正式进入游戏的内容吧。这边我做了分类，有想看哪一段都可以自行跳到对应的时间点。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乐趣有发表的游戏。首先，《艾尔的法环褪色者版》由《黑暗灵魂》系列制作人宫崎英高与《碧云火之歌》系列作者联手打造的黑暗奇幻世界 ，TGA 2022年的年度游戏，销量目前已突破2800万套。褪色者版包含游戏本片以及 DLC 内容《黄金树幽影》，另外追加4套新防具以及可变更的3种灵马托雷特的外观。在无缝连接的撞破风景中，面对各种绝望与地狱。游戏预计2025年登陆 Switch 2平台，支援单人游玩，线上6人。黑帝12荣获多项大奖的落赖地牢冒险续作，这一次讲述了不死魔女冥界王女挑战邪恶4只巨神的故事。战斗不限于冥界，还能与希腊神话中的角色相遇，进一步深化无限重玩的全新旅程。游戏预计2025年登陆 Switch 及 Switch 2平台。PC 平台目前已发售抢先体验，正式发售之前还会有大型更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快打旋风6 Years 1 2 Fighters Edition 收录后期追加的角色与擂台一并而出，且添加只有 Switch 2才有的派对同乐模式，利用陀螺仪功能使出招式，享受与一般操作截然不同的对战。还会同步推出与游戏联动的 Amiibo 和 Amiibo 卡。游戏现已发售，登陆 Switch 2、PS4、PS5、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本地双人以及线上16人游玩，支持中文。机甲战魔神话之翼2019年机甲战魔的续作，虽然本作在直面会上好像没公布什么消息，但他们在自己的官方频道公布了几项。武器方面，玩家可一次携带6种，多种武器根据敌人的肉质在战斗中自由进行切换，灵活应对战局。装甲部分则分为5种，大致分为轻、中、重。更换部位以改变性能，拓展机甲的多样性。而装甲本身还可能配有粒子冰装，粒子冰装以辅助战斗的姿态达成突击、防御或是提升速度的功用。纵横无尽战场，体验机甲带来的爽快感。游戏将于2025年9月5日发售，登陆 Switch 2、PS5、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以及线上3人游玩，支持中文。双影奇境来自2021年 TGA 年度游戏双人成型的制作团队所制作的新作，描述了友情的故事，分别操作科幻作家米欧以及奇幻作家佐伊。两人在被连接到一台企图窃取他们创意的机器后，必须相互依靠，穿梭源自彼此天马行空的场景，克服不同的挑战，带着记忆安全脱身。不用多说，喜欢双人成型的玩家必玩，没有朋友的人没有得玩。游戏现已发售，支援本地以及线上双人游玩，支持中文。EA Sports FC and Madden NFL 为 Switch 2玩家带来球场的竞技体验。消息不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也不知道是上哪一个版本，快速带过。霍格华兹的传承基于哈利波特引入的世界，与 Switch 的版本相比，透过图形提升和无缝衔接的区域移动，带给玩家更深入的沉浸感。其实在其他平台这些都已经达成了，还可以通过 Joy-Con 2的滑鼠功能享受全新的操作体验。这个也是。游戏现已发售，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妖怪抓迷藏2，妖怪与人类的警抓抓小偷游戏。
第二代设定在旧日本，一场游戏时间为3分钟，只要有一个人逃脱，人类就获胜。身为妖怪呢，则需善用技能捕捉人类，把他们逼入绝境，一举歼灭。简单易懂，黎明实现。游戏预计2025年发售，登陆 Switch 2平台，支援本地4人临近主机以及线上8人，支持中文。刺客任务杀手世界招牌版，进入终极杀手世界，收录了原版中的所有环球任务，1代至3代，包括契约模式、普及、隐秘目标接近模式、精选即时内容、Free License 游戏模式，以及2代和3代的扩充包和豪华包内容。实体版还额外附赠 Quad Pad， 带来一套全新的服装与道具，兼具致命与滑稽的风格。整装待发，展开一段刺激的间谍冒险。游戏现已发售，支援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时候同样来自刺客任务开发团队在此首次亮相的全新项目 Project 007，体验 James Bond 如何获得00特工身份的原创起源故事。勇气末世录 Flying Fairy HD Remaster， Bradley 系列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后来诞生骑路旅人的起点之作。围绕水晶展开的光之战士们一连串的精彩剧情，本作与现代接轨，角色模型场景全面高清化，UI换新、倍速功能、通信、预敌率，以及2个善用滑鼠操作的全新小游戏等。大致上我认为还是会很像类似勇者斗恶龙的重置手法，用来回味经典。游戏现已发售，限时独占，支援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人中之龙04月的场所导演剪辑版，果然任天堂出了新主机，依旧是个重置老游戏的好平台。背景设定在1988年，围绕东京与大阪的巨大欢乐街，一块持有人不明、区区1平的土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享受这段传说的起点与原版当时未收录的剧情。本作重置还新推出了踢馆线上对战，游戏现已发售，暂且独占，支援单人以及线上4人游玩，支持中文。Deltarune Undertale 的平行世界物语第1至第4章将在发售时一并推出，第1和第2章可以在 Steam 免费玩到哦。买了之后，后续更多章节推出会以免费更新的方式陆续推出。显然，游戏不只有一个结局。游戏现已发售，登陆 Switch、Switch 2、PS4、PS5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不支持中文。边缘境第4，在充满夸张无趣与敌人的世界中杀出一条血路，系列最具野心的一部，能最多4人组队与其他玩家携手奋战，尽情的自由战斗与探索。游戏将于2025年9月12日发售至 PS5、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Switch 2预计今年发售，支援本地双人以及线上4人游玩，支持中文。WWE 2K 与 NBA 2K 为 Switch 2玩家带来擂台与篮球的竞技体验，同样跟前面介绍到的以 Xbox 一个 button， 没有太仔细的消息，不知道是等到上最新的还是其他版本，快速带过。荒岛求生记，4个好奇心旺盛的孩子拿着古老地图卷入无人岛的世界，收集素材、开拓岛屿、获取食物、揭开秘密，能与最多3名玩家合作，解决在岛屿上遇到的各种困境。卡通为概念打造的岛屿，简洁的游玩方式与界面，送上轻松又好玩的历程。游戏现已发售，限时独占，支援本地双人以及线上4人游玩，支持中文。挺进地牢2，以深入地牢为目标的 roguelike 弹幕射击游戏，保留了前作熟悉的元素，搭配全新 3D 艺术风格、新的武器敌人以及扩张的游戏玩法。曾经局限于2D 平面上的敌人，现在能被击飞，掉入深坑，解救地牢深处的英雄。后续消息需等待。游戏预计2026年发售，登陆 Switch 2以及 Steam 平台，支持简体中文。Shine Pulse Be Your Idol， 作为偶像事务所的菜鸟经营者，肩负经理人与社长的职责。你做的每个选择都决定着偶像的人生。3种模式供玩家进行，边经营事务所，边支持偶像追梦的主线模式。以冒险为基础，了解角色、阅读成长的女主角剧情模式。最后，运用游戏中道具，借用布置规划，打造专属演唱会的观赏模式。收录了很多日本现实本来就有的场馆，最终目标是武道馆。游戏现已发售，暂且独占，支援当然游玩，不支持中文。电竞叛客2077终极典藏版，任天堂，你也有效能比人家强的一天啊！
掌机模式下，由于 Steam Deck 运行表现的流畅体验，无论是加载速度还是图像方面都表现得更佳，而且还支援跨平台精度，进一步提升了游戏的可玩性。在玩法方面，追控具备独有的体感设计玩法，或是你想直接透过滑鼠功能享受也行，随地随处体验完整的喷嚏以及谍报悬疑资料片自由幻局。游戏现已发售，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最终幻想七重置版 Integrate 将在任天堂平台上市，重置自1997年发售的同名原作，逃出米德加前的故事，加上重置版追加章节，忍者尤菲主导的另一个秘密任务，崭新的命运齿轮再次转动。虽然我不会用 Switch 2来玩最终幻想，但没有错的话，我觉得啦，第3部应该会是全平台同步上市。以第2部限时独占 PS5 的成绩来看，游戏在 Switch 2的上市日期还未定，其他平台早已发售，支援当然有玩。好啦，接下来只有在美区发表的游戏，只有2款 Tony Hawk 滑板高手3+4，在经过高清重置的经典场景以及新地图的状态下，带你纵情滑行。这些场景保留了标志性的2分钟挑战节奏和精简目标设定，可跨平台联机与好友对战，或是在创建滑板选手和创建滑板场的模式中释放你的创造力，新手老手都能轻松上手，滑出职业选手的样子。游戏将于7月11日发售。登录 Switch、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支援本地双人以及线上8人游玩，不支持中文。寻星者：星际冒险家远征，一款以星际冒险家宇宙为背景的全新游戏。游戏聚焦于星际探索、协作、情谊培养，各自依靠先进的科技与默契合作，共同达成星球任务。在这其中会遇见像是奇异生物、险恶族群等等的神秘力量。随着剧情发展，一步步赢得指挥团队的信任。游戏预计2026年发售。登录 Switch 2、PS5、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线上多人且支持简体中文。接下来游戏快报，首先国境神女神之道，乐以基业引导巫女净化村庄的污秽，最佳滑鼠操作与额外内容，骷髅骑士丝绸之歌。从2022年 Xbox 发布会一路至现在 Switch 2直面会还在发表，一言再言，下一次大概会出现在 PSS 的发布会。牧场物语来吧，风之繁华4集，改编自欢迎来到风之4集的牧场物语系列最新作登场。艺术蛇诺曼荣光带着 Pro 加入全新剧情，崭新冒险舞台与众多新要素，升级为系列最新作。晚安宇宙是历历在目的创作者在去年新建立的独立游戏团队开发的新作，带来进一步延伸与进化的镜头追踪技术。双点博物馆，双点工作室在一款稀奇古怪经营模拟游戏《旷野之心》线上与邻近主机通讯游玩人数上限从原本的3人增加至最多4人游玩，不支援跨平台。巫师学院踏入一个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世界，学习魔法，建立友谊，邂逅爱情，一路走向毕业之路及之后的旅程。魔法气泡特趣是俄罗斯方块 2S， 共12种规则，40名角色，本地或与世界各地的玩家最多4人同乐。符文工厂融资天地，通过冒险与生活至关重要的舞和开拓村庄，体验全新面貌的符文工厂。漫威宇宙入侵，简单直觉又好玩的怀旧街机风游戏，对抗威胁整个银河的致命湮灭浪潮。星际大战亡命之徒，Ubisoft做的，懂的都懂。新长之野望新生与威力加强版 Complete Edition 收录本片与至今发布的 DLC， 并追加6个全新剧情等新要素，不包含联动 DLC。Fast Fusion 搭载反重力超能跳跃技术的超快速赛车游戏，跳跃、加速、超进入都行。暗斗迷宫继承刺斗人基因的探索型2D 动作游戏，运用各种能力反转战局，从猎物蜕变成顶级掠食者。雷道 Remaster 超力兵团奇谭，以战斗系统为核心，全面翻新各项要素，重现于现代。无法成眠的伊达剑 From AI 梦境档案，借由3个篇章之间不断推进调查，逐步揭开事件真相。Reanimal 小小梦魇原班制作团队制作，
陪伴这对孤儿兄妹前往比以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旅程。要塞英雄、大逃杀、零件造、重装上阵、Fortnite OG、LEGO 等，用你喜欢的方式畅玩。Arcane Archive 2 Ridge Racers 迎接曾经风靡一时的街机名作。雷顿教授与蒸汽新世界，一场位于美国蒸汽拜升的神秘事件发生，成为雷顿教授与陆克崭新冒险的开端。欢迎光临塔马鸽子开心镇，协助12间风格各异的店铺蓬勃发展，让整个小镇热闹起来。最后，人类一败涂地2。荒诞又爆笑的续作，物理系人类闹剧的全新升级版，邀你进入一场闹钟带笑的挑战。接下来 Switch 2专属的订阅特点 ，Nintendo GameCube 游戏与 Switch 2同步上线。第一款《萨尔达传说：风之律动》，以卡通渲染表现的萨尔达传说，利用神秘的指挥棒操控风，航行在广阔海洋上的冒险。第二款《剑魂2》，围绕灵魂与剑展开的命运之战，使用各角色独特武器战斗的 3D 格斗游戏。林克会作为嘉宾角色在本作参战。第三款《F-Zero GS》。体验时速超过2000公里的未知世界，30台赛车混战极限生死竞速，体验系列首创的赛车自定义与故事模式。好，接下来 Nintendo Switch 2 Edition， 以免有人不清楚 Switch 2 Edition 的概念，我这边快速介绍一下。Switch 2 Edition 是把 Switch 上发布的部分游戏提升画面，然后加入 Switch 2独有的玩法。如果你原本就已经买了那款游戏的话，可以以购买 DLC 的方式买下升级同行证，增加这些内容，再刚用啦。那么继续，首先超级马里奥派对空前盛会，新增的内容名称为空前盛会 TV。顺着发表会的内容跟大家介绍，先来传奇嘉年华 TV， 运用 USB 摄影机让4名玩家显示在双入游戏模式的画面中，能看到彼此的表情，情感交流更加直接。在线上也可以哦。本地同乐的话，一台相机可以照4名玩家。另外，酷巴舞台秀模式同样会运用到 USB 摄影机，加上 Switch 2内建有所提升的麦克风进行游玩。玩家会分成2对2小队，亲自敲打方块收集金币比拼，用声音操控遥控车前进等，透过身体或声音进行的迷你游戏对决。新增的最后一项，超级云霄飞车，以滑鼠操作为主的合作模式，最多4名玩家挑战，感受过山车持有的震动，一边使用滑鼠功能瞄准出现的敌人射击，穿过水管后就会进入迷你游戏。整个过程目标就是要在时间限制内成功抵达终点。使用相机、麦克风、滑鼠操作、震动打造的全新玩法，等你参与。该内容将于7月24日发售。萨尔达旷野之息与王国之泪，简单粗暴的提升方式，提供更鲜艳、更精细、更流畅的画面表现。不过，现在有了一个名为焦丹 Nose 的 App， 可以协助你冒险变得更加轻松，引导你前往你想去的地方，甚至你不会发现的地方。所以要全破180%的话，已经没有那么难啦，只有 Switch 2才能使用哦。再度踏上令人难忘的海拉鲁之旅，该提升也推出。新智卡比探索发现，画质帧率提升，追加新的故事内容，星耀世界。受神秘流星之力的影响，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全新的赛马嘴变形也会在此登场，值得期待。该内容将于8月28日发售。密特罗德救济士穿越未知，这款本来就是新游戏啦。Switch 2与 Switch 玩法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支持滑鼠功能，可以进行更直觉的操作体验。性能方面当然就不用我说啦，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游戏预计今年发售。宝可梦传说 ZA 同样跟萨尔达传说一样，简单粗暴的提升方向，硬体上的性能。不过它也是款全新的游戏，在画面表现与帧率提升的加持下，可以更舒适的享受在都市中的冒险旅程。游戏将于12月16日发售。Switch 2 Edition 方面，最后来自第三方的游戏《希勒梅尔的文明帝国7》，买实体版只送盒子的这位，穿越各个时代的历史，建立帝国，引导人民前进。游戏本身也是已经在 Switch 上发售了。这个 Switch 2 Edition 只是配合 Switch 2的滑鼠功能，以提供更直觉的游戏体验。该内容已推出。
终于来到重头戏啦！独占游戏。首先，马里奥赛车世界，这次与以往不同，所有赛道都紧密连接，前往下一条场次途中也会成为比赛的舞台。大家熟悉的大奖赛模式，同样以4个赛道竞速比拼排名，且是系列首次最多支援24台赛车同场较劲。借由这种相连的机制，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淘汰赛模式。参赛者未能在规定排名内通过，将立即淘汰，是场严酷的生存竞速。额外，当然不是分分钟都那么起给，想要放松时可以切换到自由奔驰模式，让玩家摇车后畅游比赛时不可触及的地方，看一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谜团，拍拍照打卡留念，享受与朋友开车的时光。其他在马里奥赛车世界纸面会公布的内容，新的道具啊、电线行驶、蹬墙什么的，我就不多说啦。游戏现已发售，支援本地4人，临近主机8人，线上24人，支持中文。Nintendo Switch 2的秘密展，顾名思义是展示 Switch 2各种功能与技术的解说游戏。在直面会介绍本作时，一来就说 Switch 2是从零开始重新设计的主机，完全是在胡乱。内容会从像是 Joy-Con 2磁吸的基础构造，等到不为人知的小细节，甚至有些可能不说还不容易察觉到的技术都有涵盖，包括120 FPS。滑鼠功能搭配陀螺仪感应器才能玩到的组合，部分内容则需购买 USB 摄影机或只支持 4K 电视。不知道这样的内容多不多？建议大家可以先观望再决定购买。游戏现已发售，支援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脱衣与突破，直觉是实施各种玩法的双滑鼠操作游戏，不知道看起来会不会有点冒犯？玩了之后对轮椅的物理反应肯定很直觉。3对3对决，挥动双手朝着篮筐投篮，或是在半馆上飞跃进入挂篮，与好友及全世界的玩家对战，享受公园般氛围中的比赛与迷你游戏。游戏预计今年夏季发售。萨尔达传说封印战记，最初战乱的开始，揭示王国之泪过去不为人知的故事。光荣库特摩再次携手制作萨尔达 IP 无双游戏，这次将扮演萨尔达、老鲁等海拉鲁王国的英雄们，一起迎战魔王的庞大军事。游戏预计今年冬季发售，支援本地双人游玩且支持中文。The Dustbird，From Software 为 Switch 2全新打造的原创作品。一开始原本很期待的，结果发现原来是线上多人 PVPVE 游戏啊！不过也算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8名玩家同场竞技的同时，面对令人胆寒的 NPC， 融合了血缘诅咒的美学与爱尔兰法环的庞大格局。玩家会化身为通过特殊血液力量获得超越人类能力的血族，接手独特能力与战斗风格，围绕初始之血展开的战斗。挑战性与神秘叙事再次登场。游戏预计2026年发售，支援线上8人游玩。卡比的御天飞行者，自 Nintendo GameCube 平台的滚滚卡比以来，暌违22年的 CTS 赛车游戏的全新作品，与众多个性十足的载具带来一场无法预测的新奇玩法。樱井正博亲手打造，游戏预计今年发售。最后一款啦，东崎刚交力全开，听起来好像在开黄腔。全新任天堂本家 3D 动作游戏展现压倒性的力量，一路破坏敌人、墙壁、地面，说不定还能找到意料之外的秘密通道或隐藏区域。新的敌人是强取黄金香蕉的神秘组织博弈的公司，他们全部都是新兴异类，追赶他们的脚步，潜入难以想象的地下世界，展开冒险。游戏将于2025年7月17日发售，支持中文。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这次的 Switch 2任天堂直面会，大家觉得如何呢？最期待哪款游戏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支持小弟我哦。下个影片见，拜拜。And one alone.